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人物面相——查尔斯·达尔文。对，就是那个提出演化论、物竞天择，可以说是彻底颠覆我们人类世界观的那位科学巨人。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他自己打从心里认为，他这辈子最厉害的技能，不是观察生物，也不是写作，而是做生意跟记账，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扯？这听起来超不搭嘎的吧？对吧？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达尔文悖论。为了彻底搞懂这位充满矛盾的天才，我们今天的分析会像剥洋葱一样，分成4个层次来进行。首先，我们会先揭开达尔文自己亲口承认的惊人天赋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会深入他那近乎强迫症的记录癖，看看他到底有多么执着于把生活的一切都量化。再来，我们会实际摊开他的理财成绩单，用数据来检视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会赚钱。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会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探讨他这种会计师思维是如何一步一步形塑出他那改变世界的演化论。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OK， 我们直接切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当你想到达尔文，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在加拉巴哥群岛上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些雀鸟的鸟会，或是他埋首在书房几十年，旁边堆满了骨骼标本跟研究笔记？这些都没错。但如果有人当面问他，达尔文先生，您如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猜他会怎么回答？他的答案真的会让你跌破眼镜。各位观众，请仔细看投影片上的这段话，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谜团的起点。这是在1873年，达尔文回复给他表哥法兰西斯·高尔顿的一份问卷时，亲笔写下的。高尔顿当时正在研究天才的特质，所以就发问卷给当时英国所有最顶尖的科学家。我们一般人想，达尔文应该会说，我的成功是来自于无比的耐心、敏锐的观察力，或是对自然无尽的热爱，对吧？结果他竟然说，我没有什么特殊天赋，真的没有，除了商业头脑之外。他还特别补充，这个商业头脑体现在3个地方：记账、回复信件，还有非常懂得投资理财。这段惊人的自白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达尔文内心世界的大门。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位奠定了整个现代生物学基础的科学巨擘，为什么会真心认为自己最了不起的才能，竟然是记账和投资这些听起来很世俗的事情？这究竟只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绅士的一种过度自谦、说客套话而已？还是说这句话的背后真的隐藏着一把能够解开他思想密码的关键钥匙？我们继续看下去，寻找更多证据。OK， 要验证达尔文的说法，我们得先看看证据，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有商业头脑，那么有条理？答案是，他不仅有条理，而且他对记录跟量化这件事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这个习惯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个范围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你看看这张投影片上的清单，这真的太惊人了。首先，财务账本，从1839年他结婚后才10天开始，一直到1882年他去世的那个早上，整整43年，他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记账。他还有详细的工作日志，精确记录每天能工作的时数。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要严格控管。他有健康日志，巨细靡遗地记录自己每天呕吐几次，胀气多严重。他还有书单，分成待读跟已读。更不用说，他那些充满了演化思想火花的笔记本，也是分门别类，用字母 A 到 E、M、N 来编号。但最扯的是，连家庭娱乐活动他都要记录。
像是他很爱跟老婆艾玛玩一种叫做双陆棋的游戏，每一局的比分他都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基本上，达尔文的人生就是由一本又一本的账本和清单所构成的，他是一个彻底被数据跟记录所定义的存在。接下来这点超级有趣，也完美体现了他的性格。刚刚提到他会记录跟老婆下棋的比分，对吧？这张投影片上的数字2795，就是他非常骄傲的记录下来，他赢了老婆艾玛的总局数。相比之下，克眠的艾玛只赢了2490局。他不只是默默记录哦，他还会写信跟朋友炫耀。他说，艾玛只赢了2000多局，但我赢了2795局。从这件生活小事，你就可以看出来，他那种凡事都要量化、都要记录、都要比较输赢的偏执性格是多么根深蒂固。而他这种会计师思维最经典也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是他在考虑要不要结婚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张利弊分析清单。这真的太绝了！你看，左边是结婚的利 credit， 右边是不结婚的弊debit， 完全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在不结婚这边，他很理性的写下，好处是可以自由去任何地方，可以在俱乐部跟聪明人聊天，有更多钱可以买书。而在结婚这边，他写了有小孩，年老时有个伴侣，然后他还在旁边补了一句我觉得超好笑的，无论如何都比养狗好。他就像一个公司的 CEO 在评估并购案一样，冷静地条列出所有的优缺点。不过，在冷冰冰的理性分析之后，感性还是占了上风。他在清单的最后，想象着一个美好柔软的妻子在沙发上，旁边有温暖的炉火、书本和音乐。然后他做出了结论，在底下用尽全力、充满感情的连写了3次“结婚，结婚，结婚”。这完全展现了他如何用一种商业决策的逻辑去思考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好了，讲了这么多他爱记账、爱分析的习惯，你可能会想，这会不会就只是他的个人癖好而已？他自称的商业头脑到底是不是在吹牛？重点来了，光说不练没有用。我们现在就用最客观的数据来检视达尔文的理财能力到底有没有为他带来实质的财富。这张时间轴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他财富惊人的成长曲线。1839年他结婚时，从他富有的医生父亲那里得到大约1万英镑的启动资金，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钱，大概等于现在的几千万台币。但真正厉害的是后面，到了1850年代，他的投资收入已经稳定到每年可以额外再投入2000到3000英镑进行再投资。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过上好几年优渥的生活。然后你再看最后，到了188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1年，他的总资产，这还不包括他那些超级畅销书的版税哦，光是投资部位就已经暴增到28万2千英镑。我们用这一张长条图来看会更震撼。左边是他一开始的1万英镑，右边是他人生终点的28万2千英镑。你算一下，他的资产在40多年间翻了将近30倍，这绝对不是单纯靠继承遗产就能办到的。这证明了达尔文不仅仅是在记账，他是一位非常积极而且眼光独到的成功投资者。他把钱投入市场，让钱滚钱，创造了巨大的被动收入。而正是这份财富自由，让他可以一辈子都不用为钱烦恼，可以安安静静地待在他乡下的房子里，专心完成他那颠覆世界的伟大研究。那他到底都投资些什么呢？其实他的投资组合非常多元化，而且也很符合当时的时代趋势，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核心卫星资产配置策略。它的核心资产是稳定的政府公债，但在卫星部位，它也大胆投资了当时最夯的高科技股，像是铁路公司的股份、运河计划、造船厂等等，甚至还持有他父亲留下来的农地抵押贷款，可以稳定收取超过3%的利息。
他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就像我们现在每天看财经新闻一样。他甚至会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打听费城码头的开发案是不是像报道说的那么成功。所以达尔文说他有商业头脑，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理财高手。好，前面铺陈了这么多，接下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整支分析最核心也最精彩的论点。我们已经证明了达尔文是个记账狂，也是个投资高手，但这跟他石破天惊的演化论到底有什么关系？他的会计师思维是如何渗透到他对自然的观察之中，最终催生出物竞天择这个伟大的理论呢？关键的连结就在这里。要理解这层关系，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当时在英国上流社会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道德诚信。对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绅士来说，管理好自己的财务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它更是一种责任感和美德的体现。这对达尔文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中年，他其实已经渐渐失去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他不再相信有位上帝在仁慈地安排着世界上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规律的记账、谨慎的投资，确保家庭财务稳固，就成了他实践道德、证明自己是个好人的一种方式。这就像是一种世俗化的修行，用井然有序的生活来取代过去上教堂的宗教仪式。所以这个从账本到演化论的连结是怎么建立的呢？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3个非常清楚的步骤。第一步是每日的实践，他每天都在账本上登记收入，也就是贷方，和支出，也就是借方，这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一种思考习惯。第二步，这种习惯在他的脑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心智模型，让他习惯用累积、亏损、长期利润这种商业框架来思考所有问题。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将这个他最熟悉、最擅长的经济学框架当成一个完美的隐喻，套用到了他所观察到的那个复杂又混乱的自然世界，也就是他后来所称的自然界的经济体系。这张对照表完美地展示了这个惊人的连结，简直就像是思想的罗塞塔石碑。你看哦，在会计学里，你有贷方与借方，代表资产的增加和减少。在演化论里，这不就完美对应到生物身上有利的变异跟不利的变异吗？一个生物体透过好几代累积下来的生存优势，不就像一家公司长期累积的生物资本吗？而一个物种在生态系中的生存与繁殖成功率，这不就是商业竞争中的市场份额吗？最后最精彩的来了，成功存活下来的个体将自己的有利性状遗传给下一代，这不就跟一家赚钱的公司把利润以股利的形式分配给股东是完全一样的底层逻辑吗？达尔文用他最熟悉的商业语言，为复杂的生命演化找到了一个无懈可击的解释模型。这里还有一个超有趣的语言学证据，简直是神来一笔。其实我们现在用的物种，英文是 species， 这个字的字源跟古代金融术语里用来指称金钱、硬币的 specie 是同一个拉丁字根。这简直像是历史开了一个奇妙玩笑，却也完美地呼应了达尔文思想中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那种深刻的内在连结。所以达尔文真正的革命性贡献，不仅仅是发现了演化，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视角。在他之前，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自然是一个由上帝精心设计的、和谐、完美、充满诗意的田园花园。但在达尔文的经济学家视角下，自然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竞争激烈的自由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没有神圣的计划，只有无情的损益计算。每一个生物都像一家公司，每一个性状都像一笔投资。只有那些能够带来利润，也就是生存和繁殖优势的适应，才能在这场永无止境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并且把资产传给下一代。好，我们来快速整理一下
今天解开达尔文悖论的4个关键线索。第一，达尔文是个不折不扣的记录狂，凡事都要量化，都要记下来。第二，他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个超级成功的投资者，靠着精准的眼光把财富翻了将近30倍。第三，对他个人而言，记账不只是理财，更是一种在失去信仰后用来安身立命的世俗道德实践。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这套根深蒂固的会计师思维，意外地成为他理解物竞天择的钥匙，让他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一个充满竞争和损益计算的庞大经济体。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达尔文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思想，它的源头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更加多元和奇特。一个科学家日常的习惯，他的家庭背景，甚至是他管理金钱的方式，都可能在无形中塑造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最终催生出改变世界的理论。这也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达尔文，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伟大的科学突破，其灵感不是来自高深的理论或精密的实验室，而是来自更平凡、更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一本账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艾修，我们下次见，拜拜。